奇怪。你将房门反锁也无用，想在宫中杀人灭口，实在是痴心妄想。请仙主好好享受吧。太史成，你怎么了？你头怎么这么烫？屋子有问题。哪里有问题？蜡烛。有迷烟。轻敌了，只要和清白扯上关系，任我有天大的本事，也一定会被束住手脚。仙主不是寻常女子，那女子魔修，牵扯的不只是她一个人。仙主将我困起来，他们便无谣言可造。太史成，真难得你又聪慧又简单。屋子太暗了。仙主啊，仙主啊，仙主啊！好热。我们要不要把窗户纸捅破？什么？仙主，快来帮忙！迷烟散掉，人会好些。我中了迷，没力气了。仙主，快过来！通风之后会好很多。我扶仙主过来。太史成，得罪了。
县主，怎么样？去查信网，与玉书暗中见面之人，很可能就是他。我是问你和太史丞怎么样了？解决了。淑妃说要给我们赐婚，怎么就赐婚了？太史丞那么老实一个人，跟我刚好般配啊。那接下来去哪儿？去救太史丞。就算我拼上这条老命，也不会答应赐婚的。大不了我支持归田，带着怀瑾回老家去，也断不会让你进门。你就是天煞孤星。你真当这些话能伤到我吗？怎么了？肿了，不碍事。先上点药吧。趁我父亲还没有回心转意，还是先离开吧。你刚才推门进来，真是威武不凡。县主谬赞了。你从什么时候站在门外的？就是刚刚。听到我和萧太傅吵架了？听到了。他说绝不会让你进门，他侮辱你，说你是天煞孤星。还有呢？还有什么是需要我听到的？没什么。昨夜之事，无论如何，我都会负责。太史丞无需放心上。我知县主不在意这些，但我在乎。本就是我拉你查案，才遭人陷害。怎么能再拖累你？这不是拖累，是我萧怀瑾高攀县主。无论县主有何计划，这都是我的承诺。但若县主另有安排，我也会配合。那在圣上召见我们之前，先把那个始作俑者找出来吧。你一直都是在利用怀瑾，是又如何？谁呀？成功了，还有意外手环。把账本伪装成这样，胡达还真是别致。好多宫女都和胡达借过钱啊。而且利息奇高，以宫女的月俸根本还不上。这些人不就还上了吗？名字都被划掉了。但这入账记录里并没有那些人的名字。找到了，韩笑的名字也被划掉了。
难不成真是让他们做工还钱？我去查查这些人的下落。秀红楼和孙府南辕北辙，胡达那天根本没时间给孙府送账本。这么看来，秀红楼必然和孙之望有关。滚啊！滚啊！哎！主家莫怕，主家莫怕。屋内并无异状，伙计们在院中四处也看了，什么都没有。是胡达，胡达回来了，满脸是血，还要咬我。我的唐木剑、护身符呢？快！唐木剑、护身符，快！主家，唐木剑来了。雄黄酒，雄黄酒，酒！主家，这外面电闪雷鸣，让主家做噩梦了。不是做梦。去，把今日那位仙长给我叫过来。带我去见你们主家。那日在醉仙楼多有怠慢，请仙长莫怪。死者与你有夙愿未结，我也是冥冥中受指引而来，孙公不必忧心。清朗正气存，阴晦邪魅动。此非非此错，愿酒，酒愿生。这是何意？孙公近日生意上有些麻烦吧？死者之死，并非因他命中之劫，而是因孙公某处产业阴气过重，压制气运，先是波及子女，随后再伤及自身，须得寻根溯源，方能破解化煞。仙长可否算出是哪处产业？孙公心中既已有答案，又何须再问我？速备马车！主家，这位童子，可否摘下帷帽，让我们一睹仙容啊？我这童子，多少有些不便。从未见过仙童如此打扮，实在好奇。此童子眼睛天生奇异，不辨识人，惊扰孙公了。是让奴才冒犯，因为太无礼了。仙长，那我们出发吧。不过，我还有一个不情之请。将二位仙长眼睛蒙住，绝非不敬。义子后死，本来就已经在西京城里掀起风波，若是再让人知道老夫请了仙长驱邪，曾公担心此事传出，会令客人忌惮，影响生意。对，仙长通透。
县长。小心脚下。东四。南二。北七。再兜圈子。小心脚下！房间里东西多，二位当心。世事洋洋，日出东方，无赐灵符，普扫不祥。县长，可有异啊？口吐山脉之火，伏飞门社之光，提怪变天，逢力士，破温用碎，吃金刚，降服妖魔，化为吉祥。童子，为何不跟着仙长啊？再吵我弄死你！仙长，此处似有邪祟。邪祟已除。县长，那我们去往下一处吧。二位，可以摘下遮布了。县长，请笑纳。我与僧公结缘，不为图财，何必破费？县长高风亮节，反倒令我诚惶诚恐，心中不安呢。既如此，可否向松公讨12枚铜钱，以作慰藉？好，好。县长，请问邪祟是否已经出尽了？还差一步，
今晚有时，乃是吉日吉时，孙公希宴请往日宾客，为你冲喜，如此才算邪祟尽除，往后便能长旺、长顺、长发。有时，静听县长安排。烦请孙公为我在1楼坤位准备一间空房。有时之前，我需要在那间房中布置供奉，到时驱邪避祟、开运聚财的法事就算全部完成了。多谢县长。多此。孙壮身边那人如此谨慎，简直是在直接告诉我们，绣红楼有鬼。那2楼发出异响之处，定有蹊跷。那房中放满了绣架，应是绣房，只可惜蒙着眼睛，不知到底是哪件。我一路偷偷撒了香灰，但香味都被皂角水的味道给盖住了。显然我们走过之处，他们即刻便会清扫，真是谨慎。南侧最东面那间。什么？绣房是在2楼南侧最东面那间。太史成，你是真有神通，还是有第3只眼？都不是。我们上到2楼之时，立刻被蒋灵威带着朝左转。第一次来绣红楼时，我留意了一下，通往2楼的楼梯有2座，但上楼后左转连接回廊的唯有西南侧那座。所以我们上到2楼之后，是沿着南侧的回廊，自西向东而行。蒋廷威带我们离开绣房时，先是朝东转，走了没几步，又被引着朝北转，可见绣房是在南侧回廊的最东端。你下次还是直接说自己有神通吧。有狗追上来了。分开走。不要慌。眼睛。糟了，老鬼头只给我准备了1对玉表，没得用了。县长，不是你主家请你来的。县长真是神算，的确与主家无关。何事？我有些事情想问问童子。郎君但问无妨。童子，可否再让我看一看你的眼睛？啊，是这样，我认识一名游医，最善治疗眼疾，可引荐于你，算是功德一件，也是为我自己积福，还望童子成全。无知。县长，这是彼之匪人，不亦伤乎？走。不会再跟来了，多谢仙长为我解围。是帮那蒋廷威解围，否则他今日恐怕会吃点苦头。桂泽花的香膏，姐姐好品味。哎，姐姐，你不签这借条了吗？签。姐姐，手怎么这么抖啊？手抖得厉害，写不了字儿。我帮姐姐。吴杰佐，结局我已经写好了，且
钱什么时候可以给我？胡坚作，好生分的叫法呀！我的钱只借给朋友，姐姐这般换我，令我好生伤心呐。你要怎么样？我要姐姐真心待。姐姐到底在怕什么？怕我还能把你怎么样不成？我有这个心，也没这个本事。姐姐若不信，来试试。哪个不长眼的？福昌县主，胡坚做好雅兴。一场误会。好大的狗胆，对县主不敬，还敢光天化日欺辱工人！娘子，你不要污蔑人啊！我是以为哪个不长眼的没规矩，这才开口骂了人。县主，您大人有大量，就饶了小的吧。再说了，哪里有人欺辱工人？这位姐姐来找我帮忙，不小心打落了书卷。一派胡言！你拍在她身上做什么？娘子，你不要毁人清誉啊！碧柔姐姐摔倒了，我将她扶起来，不信你问姐姐。别怕，你如实说。好了，胡坚作不是说了吗？一场误会。我有话要问他，你回避吧。奴婢告退。碧柔姐姐，你是不是忘记了什么事情啊？今儿个因为姐姐，我可被冤枉惨了。回禀县主，奴婢是来找胡坚作借钱的。方才奴婢不小心摔倒了，是胡坚作将奴婢扶起，还请县主也要错怪胡坚作。那误会解开了。县主既然有事儿要问小的，那我是不是可以先起来？哎，啊，你去外面等我们。是。这位是？不关你事。哎，认识韩笑吗？壁上花那事儿之后，谁人不认识他呀？除此之外呢？啊，他在出宫之前也是我曾帮扶过的人。钱是你借给他的？可不是嘛！出宫前还欠好大一笔呢，幸亏呀，这宫里给的安置费够丰厚，才将将的把本金给还上。那利息呢？那只能算了呗。哎呀，我这一天天干的，净是些赔本的买卖。赔本的买卖为何要做？我心好啊，都是苦命的人，遇到难处了，总得帮扶一把，不是？真是好心。那他出宫之后，你可又帮扶过？县主说笑了，掖庭局只负责将工人送到寺观处安置，任他们各有去处。这去向为何，掖庭局从不过问，怎么会再见到呢？啊，硬要说起来的话，还真见过一次。切，你是想说那日的宫墙里？我开个玩笑。你也想被嵌进宫墙里养花？小的错了，县主饶命。我可以饶你，可是有人想要你的命啊！县主吓唬我。这条项链坠子，见过吗？哎呦喂，这可真是个好东西啊！虽然不曾见过，但想必是哪位妃嫔的宝贝吧？上寝局的红芍说，这东西是你送给他的。我呸！那个不知轻重的贱婢！此等物件岂是我们这种人可以有的？可是他说的清清楚楚，是掖庭局监座胡达托人送给他的定情之物。县主，我贪财也好色，
可是贪财在好色的前边，惜命更在这贪财的前边。县主尽管带他来与我对峙，也让他把叶铁军的内饰一个一个确认，找到他说的那个中间人。这时辰也不早了，近日因为韩少姑娘的案子，圣上广开天恩，准备再放一批工人出宫。奴婢还有许多差事要做，无法奉陪二位，见谅，见谅。那胡坚作若是有什么一时想不起来的，也别忘了来内业局找我。自然配合县主办案。你不喜欢读书，为何用这么多书做摆设？我自然是爱读书的，这些都是平日里我常看的。县主慢走。胡达这趟差事要出宫，太史丞也注意到胡达的马车套上辔头了。我刚查看过了，他这院子里没有艾草。他房间熏香淡雅，他可看不上艾草，是有人故意把韩笑的死引到胡达身上。活该，他那个样子，连我都想揍他，肯定得罪了不少人。什么借人钱财，不过就是私自放贷收高价的利息。我得查查他一个从九品监座哪来的这么多钱。他的书架第3层有一卷礼记，如果能拿到的话，里面应该会有东西。礼记？整个书架只有那一卷书被翻动过，我想应该不会是因为他喜欢看。太史丞先回吧，跟踪胡达就不劳烦太史丞。今日无需值夜，我同县主一起去。来了，快！别人无聊得很，太史丞随时可以回去。关心也是一样追踪星辰踪迹，有时候几个月才会移动毫厘。原来太史丞才是行家。不过这胡达既然着急出宫办差事，为何不慌不忙地吃起酒来了？不对，作战的人呢？我没看见。酒楼有没有后门？没有。不对。那家，这边。太史丞知道往哪儿走。那架马车比寻常的宽出不少，能走的街巷有限。我们现在位于方中的东北隅，马车能去的方向只有一个。尽管马车速度再快，但我们走小路，即便以我们现在的步速，也一定能够在延乐巷口拦住他。既然如此，我便带太史丞走条更快的路。来，县主请先行。忘了太史丞不会功夫了。贯彻办，箭马营。县主。
卖鸡啦！大公鸡啊！卖鸡！哇，这谁泼的泔水啊？给我出来！你哪只眼睛看到是我泼的？这泔水从你店里面泼出来，不是你是谁？你看我这一身，你赔钱！也自己不长眼，还有理了？你个没良心的！谁没良心？谁没良心？影响我做生意，我还让你赔钱呢！滚滚滚，臭死了！啊！我告诉你赔我钱啊！你。老君，吵什么呢？他不赔钱，你要为我做主啊！他，行，老君，滚回去！艾草，救我！救我！来人了！来，救我！让开！让开！别动！胡达，胡达，胡达，胡达！卖鸡啦！哪个扫良心的泼的泔水啊？看到是我泼的，不是你是谁？谁没良心？谁没良心？吵吵嚷嚷影响我做生意，我还让你赔钱呢！我这个怎么算？别管我！这。你去了哪里？有人要杀你，你不想知道是谁？想我死的人那么多，谁知道是哪个不想还钱的钱掌柜？你在宫中放贷，哪儿来的钱？杀你的不是你得罪的人，就是你仰仗之人。你现在只是个背负着杀死韩笑罪名的替死鬼。我没，胡达，胡达！趁乱撒上去的，但这么多蝙蝠能藏在哪儿呢？是被切断的。有意思，从那盆泼出去的水开始，胡达就入局了。太史城去追的是不是一个身穿黑袍、头戴兜帽的大个子？就是他。那人有些驼背，走印前身后前，因是常年拉重物所形成的习惯。方才县主去救胡达时，还同他擦肩而过了。艾草，那人身上有艾草的味道，勾陷胡达的就是他。可惜没能追上，是我不自量力了。太史城，不要妄自菲薄，你可是只凭一瞥就锁定了凶手，他对这一片应该非常熟悉，所以才能这么快脱身。将胡达尸体带回内业局，凶手定是宫中之人，跑不了。是。
婉顺用命才能逃过的这条路，终究还是有人要去走。有一事，我得向县主坦白。那日宴席前，我见过15公主。见过公主。太史丞，我有一事想请教。臣不敢。太史丞觉得，天上星是否真的能观人间事？臣只知星辰不会引发纷争，人却会借星象生事。那在太史丞看来，上元节这番风波，到底是有象在先，还是借象生事呢？事有因果，物有本末，公主安好才是最重要的。太史丞都知道了，看来太史丞并不信命。臣相信，只是我等凡人，只有在命中之时，才能看见命运的模样。多谢太史丞。太史丞看到那封密折了，想必也料到此事是我与公主同谋。我的确在公主府中找到了与密折有关的线索，但仅凭公主是无法将密折送到圣上书房的。可惜圣上就算看到如此恶兆，依旧没能转还心意。恭喜！你没有去面试。怀瑾平日都是在太史局值守，很少回家，倒是让县主扑空了。不妨事，夫人做的透花瓷比宫里的还好吃，我没白来。县主
喜欢透花瓷。小时候总爱闹脾气，非要吃到透花瓷才能好，软糯香甜，吃完熨贴，便什么脾气都没有了。夫人身上的味道和太史城所用香囊不同啊，那香囊是专为他们父子2人所制，我自用的熏香是以花香为主的。夫人竟会自制熏香？把我的熏香拿来。这些都不是太史城所用，他们的用完了，还没有做。这些香味儿，没有县主喜欢的。太史城的香囊里有檀香和没药，我很喜欢。端王妃也喜欢男子用的熏香。团聚了。那年的上元节，怀瑾是在太史局值夜，没有回家，是我和郎君陪着萧老夫人过的。老夫人习惯在上元节守夜诵经，午夜时才睡去。那晚郎君本有公事在身，却因恪守孝道，只得陪着老夫人熬过了子时，才匆匆出门。子时，次日一早，郎君回到家，我才知道发生了大事。15年前我太年幼，那晚的事我都不记得了。有些事不记得了，也是福气。你到底还是来相府了？不来怎么找凶手？你要是能在这儿找到凶手，我叫你师父。为何不行？你果然有事瞒我。啊，对，我瞒着你，在醉仙楼喝了好酒，哎，我还吃了一碗上好的红烧羊肉。查到了什么呀？看来是什么也没查到啊！我猜啊，15年前上元夜，萧府就根本没人去过段王府。排除嫌疑，也算有所收获。裴爷，放下吧，太过执着只会草木皆兵，扰乱心智。原本清晰明了的事，也会变得难以琢磨。但如果连我自己都不能相信，
我还能相信谁？放心吧，当年是如何说的，如今还是如何说。阿娘觉得他是真的忘记了吗？县主聪明玲珑，今日前来，绝不仅仅只是因为喜欢这熏香。若他想起，便要设法应对；若没有想起，便要阻止他想起。县主在这里没有问他想要的答案，恐怕也不会再来。多谢阿娘，凯尔先回太史局了。你阿耶就要回来了，见个面你再回去吧。不必，今日之事也不必告诉父亲。凯尔先回去了。原来世间真有如此特别的花朵，我还当是夸大其词呢。圣上，你看，微风一吹，银光闪烁，倒像是水珠一般。此花虽不似牡丹雍容华贵、大气坦荡，但却娇俏妖娆。这香气嘛，也是若有似无的，让人忍不住一再靠近。难怪叫做百媚生呢。哎呀，圣上，这娘子果然是闭月羞花耶！此花应赠美人呐，老奴这就给娘子摘去。送淑妃回宫，快送淑妃回宫！微臣该死，微臣该死！哼，兴庆宫之中竟有如此残忍之事，速遣内乐局彻查此案。奴婢遵旨。多谢太师丞相帮，那个袍子，老主帮您烧了吧。有了。快！贤主，你才刚恢复原职不久，可别乱来啊！圣上交代过，你不可验尸。你小声一点，别人就不会知道。什么百媚生啊？怕不是鬼魅的媚吧？江作成怎么说？弄巧成拙，吓得筛糠，一句话都说不出。带回去，明日再审。
听说啊，南海有一种食人花，花种细小如沙，轻盈如尘，不易察觉。落在人身上并扎根下来，以人肉为泥，骨髓为肥，待到发现时就已为时已晚，只能活生生被抽干吸净，痛苦而死。香秀，定是宫中之物。香囊里的花种发了芽，借着墙壁里的泥土和春雨，开出了花。请司职看看，这绣法可是香绣？回县主，这就是香绣，而且这般绣工必是碧柔无疑。喊他出来。碧柔不是上宫局的，是王才人宫里的。县主稍后。县主是说，这香囊的主人已经死了。回县主，这个香囊是我送给韩笑的。是淑妃宫中的韩笑。韩笑身上可还有什么特征？韩笑2只脚的脚踝内侧各有一颗朱砂痣。长得对称，十分特别。县主，那尸体上可有？我在掖庭局查到了韩笑半年前的出宫记录。圣上体恤工人们，每个放出的工人都会给一笔安置费，让他们能够自行婚娶营生。这笔钱他已经取过了，出宫的时间和户籍都在上面了。长安县，请问这里可是蔡家？是。娘子是从宫里来的，可认识我阿姊韩笑？你是韩笑的妹妹？我是珍珍。娘子可有阿姊的消息？谁呀？阿娘，他们是从宫里来的。二位可有韩笑的消息？韩笑是我在宫中最好的朋友，自他出宫之后便断了联系。我今日来长安县办事，就想来看看他，怎么会失踪了呢？韩笑可在宫外有什么交好之人？他从来也不跟我们说这些，我也不清楚啊。小娘子，我听说朝廷会给出宫的人发放一笔安置的费用，可是真的？当然，那可是很大一笔钱。那我们能去领吗？怎么，家中很是缺钱吗？我当家的身体弱，只能替人看看铺子，赚不了什么钱。可这家里处处是花销，多亏以前韩笑懂事，他能吃上皇粮，还能贴补家用，是我们家的顶梁柱。既然要靠韩笑养家，那不更应该先找人？人是要找的呀，可我们一家人也得活下去啊。大娘子真是不易，我身上只有这么些钱了，给。哎呦，这只是不知道哪里还能有韩笑的消息。有阿姊先前寄来的信。哎呦，快去拿来，快！早些年的已经没有了。这是前2年一直到阿姊失踪之前的信，我都仔细留着。小娘子看看是否用得上。我改日再来。若还能有什么想得起来的，记得随时告诉我。一定一定。
韩笑能有你们2位这样的朋友，可真是三生有幸，三生有幸啊！娘子，娘子，若你能找到我阿紫，便告诉他，我长大了，我爹500个元宝能挣1文钱，可以贴补家用，他不用那么辛苦了。还有，若他真的不想回来，便走吧。我不求他回来，只愿他平安。藏好了，别让任何人发现。若你爹娘想要送你进宫，或是让你嫁人，就拿着这块玉牌去兴庆宫内夜去找我，记住了吗？你答应我，我就帮你找姐姐。给阿爷看病的钱，弟弟读书的钱，家中修灶台的钱，东起买炭添衣的钱，这些信里基本上都是家里要钱，韩笑给钱。那家人在装穷压榨女儿，你一带钱买这些信，就是在助长他们讹诈的习气。你再看看这信上有没有说点别的？他出宫以后要去哪儿？需不需要父母接应之类？余下还有许多未打开的，待我一一看完，就算有，也不值那些钱。这羊肉好嫩，太使臣尝尝。我给韩笑家的是上贡的银饼，一旦拿到市面上，就会有人报关，钱很快会回来，所以这些信没花钱。我去京兆府和长安县衙都查过了，这半年来没有韩笑入籍的记录。人出宫了，尸体却又回去了。看来凶手不仅能在宫中自由活动，去哪都不会被怀疑，还能自由进出宫。这人得是什么身份啊？还能去后宫藏尸体？太史丞有灵符，他就行。也可能不是显赫之人，而是身份足够低微，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。让你放的消息放了吗？放了。韩笑人缘不错，知道他死得那么惨，肯定会有工人提供线索的。圣上不是吩咐低调破案，避免引起恐慌吗？圣上还吩咐要尽快破案呢。吃饱了，我们回内业局等消息。县主，算我求你了，你下次千万别不打招呼就做这种事儿。这次多亏太史丞了，不然我就要跟你上坟祭酒了。你放心，我命硬得很。我每天都觉得脖子上的脑袋在打晃，不知道哪天就掉下来了。那就让太史丞给你卜一卦，看看几时寿终，给你个踏实。太史丞比我还害怕你死掉呢，哪有心情卜卦？我死了，你就可以回太史局，怕什么？我怕不能完成县主的性命之托。我信得过太史丞，我信不过自己。太史丞来内业局，不会就是想来看看我死没死吧？是这个案子的凶手。你也察觉到了。按照周贺兰的说法，崔曼说设局谋害十五公主，动手的应该是袭击你我的那个黑衣人。如果黑衣人以崔曼说是同谋，为何会突然对他起了杀意？如果是同谋反目，黑衣人点火后躲在舞台下，之后混入回纥王子队伍出宫。
先是偷袭你，再回到内侍省杀死刘德义。若是再去延寿坊杀死崔曼书，时间上根本就来不及。杀死崔曼书的另有其人。但如果有人杀了15公主，而另有一人在为公主报仇，那3位贵女，你崔曼书沆瀣一气杀死他们的，就可以是同一人。以你对公主的了解，什么人会为她报仇？如果可以，我希望那个人是我。找到凶手，也是在为公主报仇。崔曼书身上的伤口极深，而且刀口是斜向下刺入，说明凶手比崔曼书要高，力道很大。凶手能找到延寿坊小院，应该很清楚公主与崔曼书之间的恩怨，能如此决绝地为公主报仇，若非终成死士，便是情深意重。我去找婉顺的侍女。县主余毒未清，还是先休息吧。找到凶手，为公主报仇，你说的。县主总是这样以命相搏。在关心我。好不容易把你救回来，我不想是一场徒劳。太史丞昨日在周贺兰面前维护我，还没跟你说谢谢。那周贺兰口出狂言，妄议县主父母，是以下犯上。我只是做了该做的事情。看来端王府的事，太史丞也知道。15年前，端王府惨案震惊朝野。彼时我虽已入太史局修学，却也有所耳闻。不过周贺兰倒也没有说错，我无父无母，确实不知道阿爷阿娘被别人捏在手里是什么滋味。你个小疯子！我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把我打死了，没人给你送终。你这么作践你自己，还想逃场吗？死老头，我还中着毒呢。你放心吧，吃了我的药，死不了。哎，这些我拿去补身体了。嘿，你呀，你是运气好，躲过了那盘菜。幸亏我不吃鱼。县主不吃鱼？嗯，请我吃饭别点切块。这些是公主常用的丝帕和物件，县主看看，可还有什么线索？县主，太史丞查到了什么？林宁左守在云垂楼后门，说看到一黑衣男子跑出，同我们所说的凶手相似，却被一群突然飞出的飞奴挡住了去路，让那人跑掉了。飞奴每日放飞和回笼的时间都是固定的，你查过了？林宁说了谎，但只是这一点，也很难证明他有嫌疑。还有一点，仍需验证。那晚林宁带队送回纥王子回鸿胪客馆之后，你们分开过吗？我们是一起护送回纥王子出宫的，但林宁中途就离开了。之后我们是在延寿坊的坊门外遇到的。你先下去吧。是。
今日我没有出手，明日不行了。没有其实实在不行了，最近。程家，开船。 今日可有人前往金陵？有。可有见过一个身高6尺有余的男子登船，行色匆匆，应是包船离开的。是有这么个人，那人包了艘小船。给我一艘快船。是，请。你们4个跟上，许大人保护太史城。 快一点，靠过去！先生，我不是着火了。又来迟了一步，难道是杀害公主的凶手杀害了林宁？贤主，你脸色很难看。无妨。贤主，你刚中毒不久，身体恐怕撑不住，要不还是先回去休息吧。也好，先将林宁的尸体带回内院去。 我从未离开西京半步，此番能去看看外面的天地，也是很好。小主。 这伤，这衣服怎么会在林宁这儿？我们被骗了。林宁，不是公主。 福章县主可曾来过？这是在烧什么？公主平日里画的绣样，她不在了，没有人再能绣出这样的东西。
太史丞已经知道了。林宁就是那晚袭击我的。如果黑衣人是林宁，他去护送回纥王子，袭击我与顾思之，再杀刘德义，那他根本就没有时间杀害崔曼书。林宁是凶犯，但只是其中一个，而另一个凶犯比林宁更隐蔽，更无声无息。太史丞心细如发。就算黑衣销毁，若我坚持要为十五公主验尸，公主所谓的遗骨也是瞒不住的。林宁的死因，仵作业很快就能查出来。所以，县主是如何发现直指十五公主的证据的？那幅绣图，只可能出自婉顺之手。不过，早在云车楼之后，县主就已经怀疑十五公主是假死了吧？你不吃鱼，就连内司伯都不知情，我不相信那是个巧合。县主提早一步找到公主，是想干什么？我不知道。说实话，我不知道。如果婉顺想要回宫，我就带她回去，向圣上坦密一切，然后跪在兴庆宫前替她求情。若她想离开呢？每个人都要为自己做过的事情付出代价，公主也一样。你是要我把我最好的朋友押回去吗？若县主心意已决，品萧母是拦不住的。那你又何必赶来？拦不住，也要来。我奉圣上旨意助你查案，找到真凶，职责所在，责无旁贷。